英伟达执行长黄仁勋最近又成了全球科技和政治圈的焦点人物。他刚刚结束和美国总统川普的中东行，5月16号现身台湾，大赞川普了解 AI 的重要性。对比1个月前美中贸易战升级，双方拉拢盟友之际，黄仁勋高调访问北京，不仅让人重新审视这位 AI 教父在中美之间的身段和选择。从中东型 AI 芯片大单、美国新禁令，再到他过去在北京的高调亮相，黄仁勋的态度转变透露了什么讯号？今天我们就来拆解这场科技与地缘政治交织的权力棋局。你好，这里是希望世界要闻透视，我是杨正。黄仁勋16号下午搭乘私人专机抵达台湾。他走出机场时，没有穿着他标志性的黑色皮夹克，而是穿着黑色短袖和黑色长裤，脸上略显疲态，但面对现场超过20家守候的媒体，仍热情打招呼，打起精神受访约15分钟。黄仁勋表示，英伟达成长快速，台湾办公室已变得太小，需要找到全新更大的办公室来容纳不断扩增的团队。新办公室的地点将在19号台北国际电脑展主题演讲上宣布。黄仁勋也透露，当晚将与台积电董事长魏哲嘉共进晚餐，但对于用餐地点三缄其口。针对刚刚结束的中东行，黄仁勋表示，中东行对于川普总统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成功。总统亲身前往并支持中东购买英伟达美国产品，而全世界都需要建构 AI 设备。AI 是现在时代最重要的技术之一，中东也做出了重要的投资。黄仁勋大赞川普了解 AI 的重要性，也理解其需要能源来支持。他说 ，AI 是很重要技术，在健康、教育等领域上都是，但也要了解 AI 本身也是一个产业，因为在生产智慧，生产需要工厂，工厂需要能源。川普也相当了解这一点。就在这番言论之前，黄仁勋刚刚跟川普一同出访中东。根据路透社报道，这次中东行，美国和阿联酋签署了初步协议，将从今年起每年向阿联酋出口多达50万颗英伟达最先进的 AI 芯片。电视画面还拍到黄仁勋和川普一起现身阿布达比总统府，与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同框对话。美国也允许沙烏地阿拉伯购买数十万颗英伟达的 AI 芯片，要将沙烏地阿拉伯打造为 AI、GPU 云端运算和数位转型领域的全球领导者。川普此行帮英伟达打开了中东市场的大门。如果海湾国家，特别是阿联酋的芯片采购协议全部落实，中东有望成为全球 AI 产业的第3势力，甚至取代中国，成为英伟达全球 AI 芯片最大的海外买家，也有利于英伟达销掉因中国贸易受阻囤积的存货。这样的实惠让黄仁勋当然感念在心。就在1个月前，黄仁勋似乎是另一番态度。今年4月，美中贸易战急剧升温，川普政府宣布对中国商品加征145%的关税，北京则以125%的报复性关税回击。就在各界聚焦全球半导体产业如何卷入这场世纪之战之际，黄仁勋意外获邀访问北京，与中共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举行会谈。中共官媒新华社迅速报道并配发图片。台湾知名财经评论家谢金河在脸书发文指出，在美中竞相拉拢盟友的当下，黄仁勋选择访问北京，等于投下关键一票。这一幕势必震惊川普。2025年1月20号，川普就职典礼当天，美国主要科技企业代表均出席，黄仁勋却缺席，转而前往北京拜访客户。
不过，川普却温和回应，他称黄仁勋为很了不起的人，我的朋友，并表示一点都不担心他。有分析指出，这可能与黄仁勋近期与川普政府的频繁互动有关。例如，川普上任后不久，英伟达就承诺在美国投资5000亿美元兴建 AI 基础设施，获得白宫高度赞扬，被称为川普效应的具体展现。台湾新竹科技园区一位半导体企业总经理裘先生向 BBC 中文表示，中国市场贡献英伟达约25%的营收，且这仅是台面上的数字，不含第三方渠道带来的利润。他认为中国市场对英伟达至关重要，难以割舍。裘先生进一步指出，英伟达 H20芯片近期被川普政府限制销往中国，估计损失超过50亿美元。更严重的是，华为的 AI 芯片升腾 910C， 据传即将向中国客户大规模交付。华为可能抢走英伟达的大客户 DeepSeek。在重重压力下，黄仁勋亲赴中国巩固客户关系，是合理且毫不意外的举措。有消息称，黄仁勋此次访问中国，密会了 DeepSeek 创办人梁文峰。位于台北的科技与经济智库科技民主与社会研究中心经济安保组副组长江明燕表示，他不认为黄仁勋此次访问北京是在地缘政治上选边站。他说，英伟达频繁出现在中国产业新闻中，并不意味其认为中国市场的重要性超越征求美国出口管制，而是该公司在合规前提下与其他美国顶尖科技企业积极竞争中国市场。4月底，黄仁勋喊话川普政府重新审视人工智能 AI 技术的出口规范，以利美国企业善加利用全球市场的潜力。他称，中国大陆在 AI 竞争上并不落后，还点名华为是世上最难对付的科技公司之一。就在这趟中东行之前，美国商务部5月13号发布指导意见，指出在世界任何地方使用华为升腾芯片，都违反了美国的出口管制，同时也废除了拜登政府时期所制定的人工智能扩散规则。这意味着华为在全球 AI 竞争中将进一步被边缘化，也让英伟达的全球布局更稳了。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就在黄仁勋跟着川普跑完中东之际，英国《金融时报》报道称，英伟达正计划在中国上海设立研发中心，旨在满足中国客户的特殊需求，同时符合华盛顿限制所需的技术要求。据两位知情人士透露，黄仁勋上月在上海与上海市长龚正会面时讨论了这一计划。消息来源称，这些团队将参与全球研发项目，如优化现有产品，并将展开特定领域的研究，比如自动驾驶。然而，知识产权被转移到中国的担心，也使该公司将其关键部件的设计和生产继续留在海外。这让外界猜测，黄仁勋是否还想两边通吃？未来如何在中美两国政府的压力下左右逢源，恐怕将是黄仁勋最大的挑战。新加坡科技媒体 TechTech China 主编卓维安指出，英伟达能否在美中之间维持平衡尚无定论，但他强调，作为美国企业，英伟达与川普政府的关系处理更为关键。而更宏观来看，川普这次中东行其实不只是在帮美国企业打单子，更是在重塑整个地缘政治格局。近年来，北京对于中东事务也十分关心。2023年曾斡旋伊朗与沙烏地阿拉伯恢复了外交关系。中共对于石油的依赖大于美国，
北京购买了沙乌地全部产量的20%以上，从伊朗获得的石油量大致相同，但其对伊朗的影响更大。迄今为止，也是伊朗最大的石油购买客户，占比达到37%。北京的能源安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东。有分析指，鉴于中方能源对于中东国家的依赖，川普近期出访中东释出善意，很有可能是发中方墙角。假设中美两国真有个擦枪走火，能源会是中方最大的致命伤。川普此行削弱了中共多年在中东耕耘的影响力，同时解除对叙利亚的制裁，瓦解了俄罗斯在当地10年的经营，并进一步孤立伊朗。从战略角度来说，川普正在为美国建立一条 AI 与和平并进的外交路线。一旦中东局势稳定，美国将有更多资源集中对抗中共，也更能壮大像英伟达这样的高科技企业在全球的竞争力。黄仁勋从在北京高调现身，到跟川普一起在中东签下大单，这位 AI 教父正以商业嗅觉与政治敏锐度，在两强之间寻找自己的最大利益。未来他会怎么走，还会不会在中国设立研发中心，我们拭目以待。这里是希望世界要闻透视，感谢您的陪伴与思考，请订阅、分享并打开小铃铛，一起在动荡中坚守真相，在黑暗中点燃希望。